娶妻娶德不娶媳，乜嘢意思呢？下半句更加經典，更加少人做到啊！嗱，講下半句之前，先問大家一個問題：你會娶一個點樣嘅女人做老婆呢？係要樣靚身材正，定係溫柔體貼，定係賢惠知慳識儉嘅女人呢？咁有晒固然之係好啦，但係人無完人，魚同熊掌唔可以兼備。咁假如話二選一，靚同賢惠之間，你又會點揀呢？留言話我知咯。先講下老祖宗教落嘅娶妻娶德不娶媳。咁字面上嘅意思好簡單，即係話一個男子喺選擇自己人生伴侶嘅時候，唔好淨係顧住睇重未來嘅妻子樣靚唔靚、身材正唔正，而係着重要睇對方嘅人品、品德、品行如何。咁呢一個係嚟自老祖宗對男人嘅忠告。娶妻娶德其實係古代男子攞老婆嘅標準。咁古代女子嘅品德包括德、賢、容、恭呢四方面，即係平時我哋睇古裝劇經常聽到嘅三從四德裏面嘅四德。嗱，呢個德指嘅係婦德，古人係好睇重呢一樣嘢嘅，認為婦德先至係女子嘅立身之本。結咗婚之後就要守婦道，唔可以三心兩意，更加唔可以紅杏出牆。咁賢指嘅係言語，講嘢要大方得體。咁呢個容指嘅就係容貌啦，唔係話好似依家咁又要面尖尖、鼻高高、眼大大先係叫靚，而係指一個女子要端莊大氣、穩重咁解。咁呢個恭指嘅就係治家之道啦。例如話古時候嘅女子嫁人之後，主要嘅職責就係負責相夫教子、孝順公婆、勤儉持家。咁所以喺古時候娶妻，女子嘅品行係好重要嘅。娶一個品行端正、有良好家風家教嘅女子為妻，對日後嘅家庭發展、對細佬哥日後嘅教育都有好嘅影響。有好嘅德行，對方先至會好似尊重自己父母一樣尊重配偶嘅父母。好嘅德行先至可以平心靜氣坐低落嚟同你一齊解決問題。咁德行好其實包括好多方面嘅，反正就係一個寬容大度、善良孝順、入得廚房、出得廳堂、上得嘅女子啦吓，甚至可以幫助自己嘅男人出謀劃策，令到對方放心踏實嘅好妻子。如果娶一個樣靚身材正嘅女子，又有咩好處呢？肯定有啦，日日見到啲靚嘅嘢，心情都會好啲，動力都會大啲啊，係咪？帶出街自然有面啲，人哋羨慕噶嘛。但係靚女條件好，自然多人追噶咯，追嘅時候可能就會花費好多嘅精力、心思同埋時間嘅嘢啦。咁如果追到翻嚟之後，發覺呢一個靚女淨係識得扮靚，日日都好食懶飛，脾氣又臭又霸道又唔孝順嘅話，咁樣二選一嘅情況之下，倒不如選一個唔係咁靚但係有賢德嘅女子。正所謂好漢嘅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嘅靈魂萬裏挑一啊嘛，係咪？嗱，譬如話《水滸傳》入邊嘅武大郎，佢就係娶咗一個貌美如花嘅潘金蓮為妻啦，個個都羨慕佢咁有福氣，係咪？嗱，雖然潘金蓮係靚到揼一聲，不過心地唔好，心腸歹毒咧。咁呢一個就係娶妻娶德不娶媳嘅例子啦。當然啦，又唔係話靚嘅就唔娶德，靚嘅就有罪，要專門揀啲醜嘅嚟娶，醜嘅先係心地好，唔係咁解嚇。又靚又叻又專一又善良又孝順，固然之係好啦。咁古人講呢一句娶妻娶德不娶媳，意思其實係想告誡男士們，揀老婆揾老婆唔係話淨係要揾個靚嘅，唔係淨係要貪佢樣靚身材正。最重要嘅係揀一個有內在美、心地好、品德好嘅人。正所謂一代沒好妻，三代沒好子啊嘛。有個好嘅賢內助，往後三代都會好啊。至於娶妻娶德不娶媳，下半句就係交友交心，不交財。意思即係話結交朋友嘅時候，唔好淨係顧住睇重對方有冇錢，對你有冇利先至結交，而係要睇重對方嘅性格、對方嘅人品，同你啱唔啱 key，同你啱唔啱嘴型。真正嘅朋友係會喺對方有困難需要人幫助嘅時候，喺自己力所能及嘅情況之下伸出援手嘅。咁當然朋友有好多種嚇，有豬朋狗友，有酒肉朋友，亦都有交心嘅朋友。咁如果你淨係為咗利益去結交啲對自己有利嘅朋友，到你真正有困難嘅時候，可能未必有真心朋友想幫你。
有句老話，千金易得，知己難求啊！古人認為一世人得一知己，真係人生嘅一大幸事，簡直係交友嘅最高層次。但係真心朋友呢家嘢可遇不可求嘅，尤其係當今社會交嘅多數都係泛泛之交，無論你人脈有幾廣都好難結交到患難與共嘅朋友。錦上添花嘅好多，但係雪中送炭嘅好少。如果你遇到就要好好珍惜啦，而嗰啲唯利是圖嘅朋友就要識得遠離。咁呢一個就係交友交心不交財嘅意思啦。咁至於呢一句娶妻娶德不娶色，仲有人對咗下半句嘅，就係嫁夫嫁忠莫嫁財，嫁漢嫁心莫嫁財等等嘅講法，其實都係嚟自老祖宗對女子嘅忠告。告誡女子揀老公嘅時候，唔好淨係話我要嫁個有錢人，我要嫁個有財有勢嘅人，關鍵睇人品，睇對方有冇一顆忠誠嘅心，有冇才能。咁婚姻係人生大事嚟嘅，唔好淨係睇重外在嘅嘢，關鍵要睇人品，咁樣先會幸福，先至會行得落去噶嘛。你話啱唔啱呢？好啦，咁今期嘅問題係娶妻娶德不娶色，你嚟對下半句咯，留言分享下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